大家好，我是李素琴。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养老金到账的短信一来，心里踏实了点，觉得这个月的生活费、买药钱有着落了。但您有没有想过，万一哪个环节没注意，每个月等来的这笔钱，可能正被一点点掏空，而自己还完全不知情。您可能觉得身体还行，不常去医院，健保能出什么问题？养老金按时到账，谁能动我的钱？如果您这么想，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就关系到每一位65岁以上长辈的钱袋子。90%的长辈还不知道这里的门道，等发现时，往往已吃了大亏，轻则账户被扣钱，重则年金缩水，甚至面临高额罚款。今年3月健保新规实施后，如果您少做了这一步，养老金恐怕就危险了。咱们最关心的2件事，一是养老金准时到账，二是看病多报销点。这2个，一个入口，一个出口，把着咱们晚年生活的命脉。但您知道吗？健保和养老金其实是绑在一起的。您的健保出了问题，养老金也会跟着遭殃。3月新规后，很多长辈不知道，还按老习惯办事，结果养老金被划走，甚至被停发。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讲清新规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影响您钱袋子，以及最关键，如果您不想养老金被掏空，这个3月一定要去做的那一步到底是什么。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关心自己和老伴的养老钱，请先点击订阅关注颐养晚年这个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以后每个重要提醒都不会错过。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觉得这事儿重要的，输入1。如果您遇到过养老金或健保的问题，欢迎留言，李素琴会尽力回复。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这个3月健保新规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呢？很多长辈可能会问，每年都有新规，跟我有什么关系？没错，以前的调整可能跟咱们关系不大，但今年这个直接关系到您要不要多交钱。您可以这样想象，咱们每个月领到的养老金，就像是您辛苦种出来的一颗大白菜，水灵灵的，看着就踏实。而咱们的健保呢，就像是保护这颗白菜的篱笆。现在新规来了，就是说，如果您不亲手去把篱笆上的那个小门给关好，那么就会有人从这个小门里每天偷偷的拿走您一片白菜叶子。今天拿一片，明天拿一片，刚开始您可能察觉不到，觉得白菜还是那颗白菜，可是等到1个月、2个月、1年下来，您再一看，好吗？白菜心都快给掏空了，您心疼不心疼？大量的案例和数据已经证实，很多退休老人就是因为忽略了健保和养老金之间的这个联动关系，导致自己的养老金在不知不觉中缩水。对于那些身体不太好，每个月吃药花销本来就大的长辈来说，养老金的每一分钱都是救命钱，这种额外的损失无疑是雪上加霜。可惜的是，咱们平时关注健保，也就是看看挂号费涨没涨，报销比例变没变，很少有人去深究，如果我没按时做某件事，会有什么后果。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健保这个大系统里，咱们个人的缴费状态就像是心脏的跳动，一旦这个跳动停止了，或者乱了节奏，那全身的血液，也就是咱们的钱，流通就会出大问题。实际上，咱们的健保和养老金在政府的电脑系统里是手拉手的好兄弟，他们之间信息是互通的。每个月，社保部门在发放养老金之前，都会跟健保部门核对一下，这位老人，他这个月的健保缴费状态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欠费，需不需要从这个月养老金里代扣。这个核对的过程，每天都在静悄悄地进行。如果您的状态是正常，那没问题，养老金全额发给您。但如果系统里显示您欠费了，或者有其他的异常，那对不起，系统就会自动启动一个程序，要么从您的养老金里把欠的钱扣掉，要么更严重的是，先把您的养老金停发，等您处理好了再说。所以您看，这个机制本身没有好坏，它就是一台按照指令运行的精密机器。但问题就在于，如果咱们不懂指令，或者下错了指令，那机器转起来，倒霉的就是咱们自己了。聊到这里，您可能觉得，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还在上班，需要自己缴费的人吧？咱们都退休了，每个月养老金自动到账，还有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最大的误区。李素琴告诉您，恰恰相反，咱们退休的银发族才是最容易在这个新规上栽跟头的高危人群。很多您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背后都可能是导致养老金被掏空的隐患。第一类，也是最常见的一类，就是长期居住在外地或者国外的长辈。很多老伙计退休后被子女接到大陆其他城市，甚至国外去享福了，这是好事啊。但是您人走了，户头还在老家，
健保那边的关系您处理好了吗？很多人想着，反正我不看病，就不管它了，大错特错。只要您没有办理健保的停保手续，您的健保资格就一直在，同时您每个月应该缴纳的健保费也在继续累积。您人不在，收不到缴费单，也忘了这回事。1年、2年下来，健保局那边就会挂着一笔不小的欠账。等到您哪天突然想起来了，或者回国需要看病了，一查才发现欠了好几万，这时候怎么办？补缴。而且这笔钱，如果您不主动去交，最后就会从您的养老金里一分不差的扣掉。您说，这养老金是不是就这么被掏空了？第二类是户籍有变动，或者家庭成员有变化的长辈，比如说您原来跟老伴的健保是绑在一起的，或者挂在子女的公司下面，后来老伴走了，或者子女的工作变动了，没办法再给您付健保费了。这个变动是需要您亲自去健保局或者区公所做变更的。如果您忘了，那边断缴了，您自己又不知道，那么恭喜您，欠费名单上又有您的名字了。系统可不管您是不是不知道，它只认规则，欠费超过一定期限，罚金就来了，然后就是抵扣养老金。很多长辈遇到这种事，气得血压升高，但有什么用呢？规则就是这么定的。第三类是低收入或者有身心障碍证明的长辈。咱们知道，政府对弱势群体有健保补助，每个月不用自己掏钱，但是这个补助资格是需要定期审核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说，您的低收入户资格需要每年重审，或者您的身心障碍证明有效期，就像咱们之前节目里提到的，一般是5年。如果您忘了去换证，或者忘了去重审，那您的补助资格就会被暂停。从暂停的那一刻起，您又变成了需要自己缴费的普通身份，几个月下来又是一笔欠费，这笔欠费同样会找上您的养老金。所以哪怕您是有补助的，也千万不能大意，那个证明上的有效期就是您的警报器。第四类是选择月领退休金而不是一次领的长辈。现在大部分长辈都选择月领，因为细水长流，有个稳定的现金流。但是选择月领就意味着您的养老金账户跟政府部门的联动更紧密，任何来自健保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欠款都可以通过这个月领的管道非常方便地进行强制抵扣。如果您当初是一次性把养老金全部领出来存银行，那政府反而没办法从您银行账户里直接划钱，除了法院判决的特殊情况。所以选择月领的朋友更要时刻关注自己有没有欠费，因为您这个钱袋子的入口是跟政府直通的，最容易被扣款。心脏不好、有慢性病的长辈如何在这个新规下保护自己的钱袋子呢？这3步护心保钱的步骤必不可少。咱们年纪大了，心脏本身就经不起折腾，如果因为养老金被扣这种事急火攻心，那损失的可就不仅仅是钱了，更是咱们最宝贵的健康。所以除了日常吃药保养，把这个健保和养老金的雷给排掉，对咱们心脏的平稳跳动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保护。一个人如果长期因为财务问题焦虑、愤怒，心脏能不出问题吗？血压能不高吗？这个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才是推动很多心脏问题加重的隐形推手。更可惜的是，很多心脏不太好的长辈一边吃着护心药，一边却在做着让自己生气、着急的事儿，比如放任健保欠费，直到钱被扣了才追悔莫及，这真是太不值当了。如果您已经意识到这事儿的重要性，那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在这个3月份守好咱们的养老钱呢？其实这事儿没那么复杂，只要您用心去办，跑一趟腿，或者打一个电话，就能把这颗定时炸弹给拆了。下面这3步您一定要牢牢记住，它们就是您守护晚年安稳生活的金钥匙。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叫做查账，也就是主动清查自己的健保缴费状态。这就像是给咱们的心脏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看看有没有潜在的斑块和风险。李素琴认识一位65岁的林伯伯，他身体还算硬朗，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一直在吃药。去年他女儿在国外生孩子，他去帮忙带了半年孙子，回来之后总觉得胸闷，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心疼钱。原来他在国外的这半年，国内的健保一直没处理，累积欠了1万多块，加上滞纳金，从第1个月的养老金里就全扣光了。他跟我说，
李老师啊，我看着银行短信，手都抖了，那感觉比心脏病发作还难受。我告诉他，这事儿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只要在出门前或者回来后主动查一下自己的缴费记录就行。怎么查呢？现在很方便，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拿起手机，下载一个全民健保行动版的 APP， 或者用手机浏览器打开健保署的网站，用您的健保卡号、身份证号，还有户口本上的户号，注册一个账号，就能随时查到您有没有欠费记录。如果不会用手机也没关系，这是咱们大多数长辈的情况。您可以带上您的身份证和印章，直接去离家最近的区公所或者健保署的服务窗口，让工作人员帮您打印一张缴费明细单出来，一目了然。千万别觉得麻烦，这一步就像是心脏体检，虽然有点麻烦，但能救命，也能省钱。林伯伯后来就学会了，现在他每3个月就去查一次，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这就叫心里有底，遇事不慌。第二步叫做补漏，也就是办理相关手续，补上漏洞。如果您通过的一步发现自己确实有欠费，或者发现有潜在的欠费风险，比如刚才说的几种情况，那就要赶紧去办手续。这就像是医生给您开了药，您得按时吃，才能把血管里的斑块给化掉。针对不同的情况，咱们有不同的药方。如果是欠费了，那就赶紧去补缴。现在补缴也很方便，除了去柜台，在超商比如711、全家的多媒体机器上输入您的信息，就能打印出缴费单，直接在柜台交钱，非常方便。千万别拖着，因为拖一天可能就会多一天的滞纳金。如果要出国或去外地长期居住，那您在出发前一定要去区公所办理停保。停保期间您不用缴健保费，当然也不能享受健保待遇。等您回来了再去办复保，这样您在国外的那段时间就不会产生任何欠费了。这个动作就像是给您的钱袋子拉上拉链，小偷就赚不进来了。如果家庭成员有变动，比如子女不再帮您缴费了，或者配偶过世了，您要尽快去区公所把您自己的健保身份独立出来，或者转移到符合条件的其他依附人那里。现在很多长辈可以选择依附在区公所，也就是第6类人口，每个月自己缴一笔固定的费用，虽然比依附子女可能贵一点点，但胜在稳定，不会断。如果补助资格到期了，赶紧拿着相关证明，比如新的低收入户证明，或者换发后的身心障碍证明，去更新资料，恢复您的补助身份。第3步叫做定检，也就是设置提醒，定期复查。这就像是咱们心脏病人，即使感觉状态好了，药也不能随便停，还得定期回医院复查。因为咱们的身体状况在变，政府的规定也在变，特别是每年年初，很多健保的保费基数、缴费标准都会有微调。李素琴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设个提醒，比如在手机上设个闹钟，每年3月和9月提醒自己去查一下健保状态，或者每次看到电视新闻里讲健保新规的时候，就多个心眼去了解一下。你也可以关注颐养晚年这个频道，只要有重要的政策变动，李素琴都会的一时间整理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告诉您，您只要跟着做就行了。这种定期检查的习惯，就像是给咱们的心脏和钱袋子上了双重保险，让咱们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大家要记住，保护养老钱最好的方式，永远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去了解和管理。政府部门的系统是冷冰冰的，它不会管您是忘了还是不知道，它只会按规则办事。只有咱们自己才是自己财产最忠诚的守护者，特别是咱们这些心脏经不起折腾的银发族，更要记住，这个小小的健保手续，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决定您晚年生活能否安稳，能否心平气和的重要保障。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来总结一下，这个3月的健保新规，本质上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只是让咱们和养老金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但任何紧密的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千万不要一听说有可能被扣钱，就吓得坐立不安，甚至想着干脆不领养老金了，那可不行。只要咱们做到上面说的3步，主动查账，及时补漏，定期定检，就完全不用担心。成年人每个月该缴的健保费，其实也就几百块到1000多块，咱们心里有数，按时缴纳，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最靠谱、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习惯融入到咱们的生活里。请记住李素琴一句话，晚年的幸福不是靠撞大运，而是靠每一天、每一月的细心维护，一点一滴攒出来的。
它往往就藏在您每个月多看一眼账单，每一次认真了解新规的行动里。别等到钱被扣了，心跳加速了，才想起身体和钱包早就提醒过您。您今天对养老金和健保的每一点关注，都是在为自己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积攒底气。好了，我们今天关于3月健保新规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觉得今天李素琴讲的这些对您有帮助，哪怕只是提醒了您一件事，也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更请您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特别是那些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不太会查这些东西的老伙计们。您顺手的一个转发，可能就能帮一个家庭每个月保住几千块的养老金，这真的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经过验证、实用接地气的养老保障知识，请您一定订阅颐养晚年这个频道。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跟我分享，您有没有遇到过养老金被扣的情况？您是怎么解决的？您的每一个分享都可能点亮另一位正在为此烦恼的朋友的希望。我是李素琴，我们下个视频见。